你好，我是 Alex。我们今天视频呢，主要分享两件事情啊。第一就是 Solana 被爆出来 TVL 总锁仓量的这个数据造假。那么我们推测一下，距离 Solana 死亡螺旋或者是被清算还有多久？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发生？第二呢，有一个叫做 Arthur Hayes 的分析师称，8个月内以太坊最高会涨到$5000。我今天仔细的去拜读了这位老兄的文章啊，逻辑性强，思维缜密。我试图呢去找文章的一些经不起推敲的点，那么到现在也没有找到。那么我今天呢，干脆就将这篇文章的主要要点呢分享给大家。那么在分享的过程中啊，也会给出自己的一些判断以及后市的操作思路，希望能对大家的后市操作有一些指导的意义啊。但是话是一定要说在前面啊，任何人的分析都是别人的结论，别人做的研究。那么你自己操作的时候一定要 do your own research， 一定要自己做研究。最开始不会没有关系啊，可以对比别人的思维的过程啊。比如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位分析师的思路啊，简直就是学习的绝佳的模板。好，我是 Alex。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视频呢，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的电报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就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可以安稳的退休。感兴趣的朋友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好，那么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啊。根据 CoinDesk 今天上午的一篇文章称啊，建立在 Solana 链上的稳定币交易所 Saber 首席架构师 Ian McCallino 拥有11个假身份，其中一个身份呢就是 Solana 生态 DeFi 收益聚合器协议 Sunny 的开发者他叫 Serya Hosla，Solana 算法 Stablecoin 项目的Coshill 创始人啊，这个叫 0x Ghost Chain 多签钱包 Goki 创始人啊，叫 Goki Roshi 啊。那么这么多身份，也就是说这哥们儿他发了很多的币啊，可能也割了很多的韭菜。那么这个伊恩的手段啊，奏效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根据他的统计Saber 和 Sunny 在 Solana 的105亿 TVL Total Value Locked 中占了75亿美元，有数十亿是他的2个协议之间重复计算。那么他自己也在文章中写到啊，那么我相信呢，就是这个他的协议促成了 SOL 的急剧的价格的上升。根据数据提供商 Defalama 的这个数据啊，即使 Saber 生态系统在2021年的9月中旬开始失去动力， Solana 网络的 TVL 仍在继续膨胀，在11月9日达到了150亿美元，而 Saber 的 TVL那时候已经下降了 64%。 伊恩表示他鄙视这种虚假的指标。尽管如此啊，以太坊 TVL 比 Solana 还要高很多，让他感到困扰。因为在他看来啊，以太坊上面的 DeFi 的项目的被堆叠到重复计算的存款会更多。好，那么前面这些呢，就是这哥们儿为 Solana 数据造假的一段经历啊。我们前面刚刚讲过 Solana 钱包被盗的事情，那么到现在也没有看到一些进展，也没有看到 Solana 链上的这个漏洞被修复的消息啊，等等等等啊。那么现在再次被爆出数据造假，重复计算的这个虚假的锁仓量，难道这些消息放出来只是给大家娱乐，给大家八卦的吗？那么我认为呢，远远不是啊。大家想一想，这个 Luna 在死亡螺旋之前，媒体是不是也造势了很久？那么最后的关头给了 Luna 一记重锤，直接就锤死在地上，再也起不来。我个人认为 Solana 的事件的背后呢，应该还是有大资金在准备做空。对于这样的垃圾公链啊，死掉呢一点都不可惜。它存在的意义呢，就是衬托别人的好的，衬托以太坊是多么的优秀。那么至于什么时候开始攻击 Solana， 到底什么时候有死亡螺旋，我们是没有办法猜到的。我们能做到的呢，就是以后呢要远离一切中心化的这种公链或者是代币，尤其是这种以公司的形式来发的公司的币啊。那么前面也有一个叫瑞波币的，也是不行啊。那么公司它有成熟的运营团队去操作一切想操作的事情，那么公司有任意想要换成法币的代币啊，但是呢就是不将这个资金用在刀刃上，就是不把它用在研发的上面。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在过去的12个月中 Solana 多次出现宕机数小时的这种案例出现啊，每一次都让大家嘲笑，但是呢每一次还会在下一次继续出现。那么一想到这些啊，我就会后背发凉啊，尤其是目前
这种审计代币的机构呢是非常的不成熟，放出来了很多的镰刀币，那么就让我们静静的等待 Solana 的被清算的这一天。我相信呢不会太久。好，那么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部分啊，我们开头也说到了，这是一个叫做 Arthur Hayes 的黑人分析师写的这个文章，整篇文章写的是通畅严谨。文章的前半部分啊，讲了美联储加息后，美国的老百姓是如何的生活成本增加，房贷和车贷占自己家庭收入的比例如何的增加。那么然后还提到了美国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那么这部分跟我之前很多视频的观点呢是一致的啊。那么美国面临着极其严重的2选1，也就是通胀和经济，只能选一个。紧接着呢，他就说到了下面的4种情况的出现对以太坊的影响，以及给出了以太坊的价格的预测。那么我跟大家简单的复述一下啊。那么这哥们儿在文章中写到，他说投资呢是一项有时间周期的工作啊，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多次讲到这个加密货币的周期性啊。他继续说，所以我必须要为这件事情的完成或者是不完成设定一个时间的限制。那么这个时间的限制呢是2023年的3月31日。2个事件各有2种结果啊，意味着未来呢一共有4种情况。那么他说的这2个事件呢，就是说这个美联储是否要放水啊，也就是说美联储的工作重心以及以太坊的合并到底成不成功。那么第一种情景呢，他说美联储的重心转变加上以太坊合并成功啊，作者强调呢，这是他最看好的一种情景，给出的预测的价格呢是$5000。那么情景2呢，就是美联储的工作重心不转变，也就是说继续在加息的周期不放水，加上呢以太坊合并成功，给出的预测的价格呢是$3562。情景3呢，就是说美联储的工作重心不转变，再加上以太坊合并失败，也就是4种情况里面最差的一个啊，它给出来的预测的价格呢是$1081。第4种情景啊，就是说美联储的工作重心转变加上以太坊合并不成功，给出来的预测的以太坊的价格呢是$1600。那么作者表示啊，对于每一个场景啊，4种场景他都会分配25%的概率，然后呢他将这个计算所有的结果的平均值得出一个加权平均，得出了2022年3月31日以太坊对美元的价格呢是有一个期望值。那么如果这个期望值回报呢是正数，那么他将放心的增加他的以太坊的多头的仓位，如果呢是负值，那么他就暂时不会加仓以太坊。最后加权平均的价格呢是以太坊是$2815，所以他选择自己会加仓以太币。另外呢，我今天看到有人喊单以太坊分叉的人说分叉后的这个以太坊叫做 ETHW， 所有持有 ETH 的人会以1:1得到 ETHW。那么我之前告诉大家不要碰这个分叉，我的意思呢是你不要往里面砸钱去买它的这个分叉币。那么我今天的态度呢就是，如果说你手里面有这个 ETH， 等分叉的时候啊，他们会给你类似于空投的，以1:1的形式给你 ETHW。那么到时候你相当于这个白嫖了，对吧？到时候选择一个高点抛售抛出去就行了，这是白给的钱，对吧？但是呢，一定不可恋战，不可往里面投资自己的真金白银，对吧？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好，那么这个整篇文章呢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阅读去学习的。那么我会把这个文章的中文翻译的这个链接呢放在我视频的下方。我这个视频呢只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我认为的一些要点。那么接下来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以及操作的思路我还是那句话啊，那么熊市当中也会有小牛市，到了一定的高点呢还是需要减仓操作的，等回调之后再去减便宜的筹码也不迟。那么我目前呢会将自己手里面的资金分成2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坚定不移，逢跌必买，逢跌必定投。这部分资金呢我会分成40几份每次大跌的时候投2份，小跌的时候投1份子弹什么时候打完什么时候拉倒。第二部分资金呢就是短线思路的抄底比如说我前几天在会员群高喊兄弟们抄底的时候我就买了以太坊和大饼。这一部分资金会在小牛市出现的时候走掉，坚决不会恋战。那么我今天在视频的开头也讲了 Do your own research， 自己做自己的研究你可以抄我的作业，但是呢你自己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我自己呢也是拿出赔光不心疼的资金进行操作的。我知道肯定会有朋友此刻会说你怎么水平这么低，连个点位也给不出呢？
哎，对不起，我不是算命先生啊，算不出来这种点位啊，一切呢它都是运动的啊，我能做到的呢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啊，我不像很多博主啊给你画图，一个视频恨不得说出来100种、200种可能的点位啊，只要有一个应验了，那么他下一期视频就拿出来吹牛逼，看我多牛逼啊。那么你牛逼啊，你可以去 BigGet 上面去做带单的交易员，那个时候你的数据都是公开的，对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我们下次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